马克和德洛雷斯是一对结婚10几年的夫妻，在外人看来，他们是教导有方的父母，也是事业有成的榜样，一家人其乐融融，很是令人羡慕。然而，这种美好的印象仅仅只是表象。当他们被发现在家遇害后，一张特殊的家庭合照揭露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对夫妻不仅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还在多年前埋下了悲剧的伏笔。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斯蒂尔沃特。该市位于俄克拉荷马州中北部，靠近美国177号公路和51号公路的交叉口，常住人口约为4万6千人，是俄克拉荷马州第10大城市，也是佩恩县的县治。主人公马克出生于1948年8月4日，他来自威斯康星州，早年曾有过10年的从军经历。作为一名退伍军人，马克的生活非常规律，平时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经营家庭上。正因如此，他与同为退伍军人的妻子德洛雷斯感情很好。虽然两人性格都很强势，但对待生活的方式高度一致，尤其在教育子女方面。根据朋友所说，马克和德洛雷斯是非常严苛的父母，对女儿弗朗辛抱有很大的成才希望。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有从军经历，采取的教育方式也像军队一样，强调纪律和服从，但缺少了必要的关爱。作为他们唯一的孩子，弗朗辛从小就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不能随便结交朋友，也不能超出规定的区域玩耍，甚至连吃什么穿什么都要听从父母的安排。正是在这种严格受限的生活环境中，弗朗辛成为了所谓听话懂事的孩子。他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只会像个机器一样执行父母的各种决定。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79年才发生了变化。起因是这一年他们全家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由于马克和德洛雷斯都需要重新找工作，所以暂时放松了对弗朗辛的限制。那段时间，弗朗辛经常与住在隔壁的辛迪一起玩耍。因为辛迪是当地人，弗朗辛可以通过他认识很多本地朋友。然而好景不长，一旦马克和德洛雷斯稳定了工作，很快又将注意力放在了弗朗辛身上。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那时弗朗辛已经见识过了外面的世界，很难再接受处处受限的生活。虽然当时他并未表现出来，但其实内心已经产生了抵触。接下来的几年里，弗朗辛经常背着父母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例如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甚至后来还结交了男朋友。不过好在弗朗辛伪装得很好，并且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所以当时马克和德洛雷斯并未发现。1988年定居俄克拉荷马州的第9年，马克一家迎来了重大变化。首先是经济方面，马克和德洛雷斯都在职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一个是热电厂的部门经理，另一个是大学财务部门的会计主管，家庭收入相比之前有了明显提升。其次，弗朗辛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成功考入了理想的大学，这对马克和德洛雷斯来说是一件比升职加薪更值得高兴的事情。然而，这对夫妻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一切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灾难悄然降临。仅仅数月后，悲剧发生了。1988年6月8日上午6点30分，当地警局接到一位居民报警，称马克夫妇遭到谋杀，他们的女儿弗朗辛在家发现了尸体。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赶到现场。当时弗朗辛正坐在家门口，情绪非常激动，全身都在颤抖。警方通过他的描述大致了解了相关情况，随后进入了事发住所进行检查。首先，他们听到了卧室传出的闹铃声，接着又在连接卧室的走廊发现了一枚子弹壳。伴随着闹钟的蜂鸣声，警方在卧室发现了马克夫妇的尸体。如图所示，马克死在了床上，而他的妻子德洛雷斯则倒在了床边的地上。
两人均未穿着衣物，身上也都有刀伤和枪伤，其中德洛雷斯的伤势最为严重，他的胸口插着一把厨刀，身上遍布开放性伤口，显然是凶手的重点攻击目标。接下来警方检查了剩余的房间，均未发现其他犯罪迹象，也没有发现丢失贵重物品，但放在储藏间的几盘录像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首先，录像带标记的名称十分露骨，暗示马克夫妇可能存在秘密生活。其次，录像带中间夹杂了几张一丝不挂的合照，其中一张照片同时出现了马克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弗朗辛。不仅如此，三人在照片中的造型十分怪异，他们全都岔开双腿，张开双臂，而且弗朗辛还倒立着，双脚搭在马克和德洛雷斯的肩膀上，三人看上去就像是三个重叠的 X 形状。鉴于这些发现，警方有理由怀疑马克一家可能存在比较复杂的关系，而发现尸体的弗朗辛也就成为了最大的嫌犯。于是警方立即对他进行了询问。What I kind of like to do is start with yesterday, from the time you went to work, and they just work through yesterday, last night, up till today. Okay. 根据弗朗辛所说，他在前不久办理了休学，并且找了一份离家很远的工作，所以最近很少回家，大部分时间住在朋友辛迪租住的公寓。事发前一晚，他一直和朋友辛迪在一起，并不清楚马克和德洛雷斯发生了哪些事情。直到这天早上，他回家准备拿换洗的衣服时，才发现了两人的尸体。And went to knock on the door, and I saw a little bit of blood on the door handle. And I went to the door handle, but it was over because they have a lock on their door, and they used to keep the lock. And it was unlocked, and I went in. I saw my parents. I'm not even sure how they died. 除了发现尸体的经过，弗朗辛还讲述了合照的拍摄背景。据他所说，马克和德洛雷斯信仰天然主义，不喜欢被衣服束缚，所以在两人的影响下，弗朗辛自愿拍下了那张特殊的合照。照片本身没有其他含义，弗朗辛也坚称自己没有受到过虐待。警方对弗朗辛的说法有些怀疑。首先，他回家的时间刚好在案发后不久，警方不太相信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其次，虽然确实存在信仰天然主义的群体，但以家庭为单位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弗朗辛是否出于自愿拍摄了合照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因为照片的拍摄时间并不久远，如果弗朗辛不是自愿，他肯定会对马克和德洛雷斯产生不满，也就具备了犯罪动机。于是为了验证这一点，警方检查了与照片一同发现的录像带，结果正如预期的那样，录像带的内容非常露骨，全是马克夫妇和他人互动的场景，但是弗朗辛并未出现其中，这证明了那张特殊的合照背后没有其他故事，弗朗辛可能确实是自愿拍摄了照片。这条线索中断后，警方又核实了弗朗辛的不在场证明。由于他声称事发前一晚一直与朋友辛迪在一起，于是警方找到了辛迪了解情况。When as best you can guess, about what time was Francine? She came over about 9 o'clock. We was having fun. And then she decided to spend the night. 辛迪证实了弗朗辛的说法，表示那晚他们确实住在一起。此外，辛迪还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嫌犯，弗朗辛的前男友安东尼。Scared to death of him. He's not one of these, he's not like a normal person, like if you get pissed off at a guy, you're just gonna go up there and just pow, it's gonna be over with. 根据辛迪所说，安东尼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一方面他脾气不好，喜欢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他还喜欢穿着怪异的衣服，尤其热衷于哥特式文化。他常常把头发梳得很高，指甲和嘴唇也喜欢涂成黑色，所以这种夸张的造型给马克夫妇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们认为安东尼是个问题少年，可能会教坏弗朗辛，于是强行拆散了两人的恋情。因为这件事情，安东尼对马克夫妇产生了很大不满，甚至扬言过要报复他们。
警方核实了辛迪的说法，很快找到了安东尼。虽然他的造型确实有些夸张，就像辛迪所描述的那样，但安东尼很快就被排除了作案嫌疑，因为他在案发期间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更为重要的是，安东尼否认了辛迪的说法，表示他与马克夫妇没有任何矛盾。I was really upset that day. They were real respectful to me. They didn't look at my exterior, they just looked at me as a human being. 鉴于这种情况，警方开始怀疑辛迪提供线索的目的，因为他与安东尼的说法完全不同，而且他又是弗朗辛最好的朋友，所以辛迪可能会为了朋友做伪证，也有可能故意误导调查方向。于是警方再次对他进行了询问。I was in my house. I'll get a lawyer. I'll get a lawyer and I'll get an attorney. I'm playing no more. I'm not playing no more. I've had a bad day. 这次问话，辛迪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虽然他没有做出解释，但表现出来的态度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为了验证那晚辛迪和弗朗辛是否真的住在一起，警方又走访了对他们比较熟悉的朋友，结果无意间找到了一位知情者。Cindy's not her very first time. She seemed like a pretty nice person. Then, she got pissed off Francine's parents. Because Cindy's parents went and told Francine's parents that Cindy was bad news and that Francine should be hanging around with her. So they said that they'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her. Then that's when they started asking about guns and silencers and bullets and all that kind of good stuff. 根据知情者麦克所说，弗朗辛和辛迪的父母都很反对他们继续做朋友，其中辛迪的父母主要是出于好意，因为辛迪最近非常叛逆，他们担心辛迪可能会教坏弗朗辛，而弗朗辛的父母也有同样的顾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两人的父母很快达成一致，不允许他们再有任何联系。因为这件事情，辛迪和弗朗辛都对各自的父母产生了极大不满。虽然麦克并不清楚这是否是导致谋杀的直接原因，但自此之后，辛迪和弗朗辛就有了谋杀各自父母的想法。最初他们打算雇佣麦克作为杀手，计划先杀死弗朗辛的父母，然后再解决辛迪的父母，最后通过继承遗产支付谋杀费用。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麦克的拒绝。由于麦克没有参与，所以后续发生的事情他并不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辛迪和弗朗辛肯定与本案有关。掌握了这条线索后，警方立即审问了辛迪和弗朗辛。不出所料，两人全都否认了与本案的关系，尤其是弗朗辛，他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不一会儿便结束了询问。相比之下，辛迪没有那么抗拒，他承认确实与弗朗辛萌生过杀死各自父母的想法，但也只是承认有过想法，否认了实施谋杀。警方显然不会相信这种说辞，于是再次回到了现场寻找证据。通过当年较为新颖的卢米诺检测技术，警方在卧室的地毯上发现了2组带血的鞋印。虽然这组鞋印很难证明来自辛迪和弗朗辛，也不能作为指控两人的证据，但只有18岁的辛迪和弗朗辛对此并不知情，所以在后续的审问中，两人最终承认了犯罪。I just wanted to be myself and with him. They said that if I moved out, they would help pay for college. What time did you say you get together that night? It was around midnight. So you went and got Cindy and you all went back in to live in there? Went up to my room. You got the gun. Was the gun already loaded? Remember? Did you open the door and Cindy opened the door? Get the door open. Get the door open. I got scared. 根据弗朗辛所说，他从10几岁起就有了离开父母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有了自我意识，不愿再受到父母的控制，另一方面是马克夫妇信仰天然主义，
他们除了平时在家毫无遮掩，还会经常带着弗朗辛参加类似的活动，这让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弗朗辛感到非常尴尬。虽然马克夫妇的本意并非其他目的，但这仍然引起了弗朗辛的不满，尤其是那张特殊的合照，弗朗辛一直耿耿于怀，将其视为人生的重大污点。不过这些只是导致谋杀的部分原因，最终引发悲剧的导火索主要是弗朗辛不再允许与朋友辛迪继续来往。起因是辛迪在前几个月交往了一位男朋友，但是这个男朋友他的父母并不喜欢，具体不喜欢的原因不太好解释，但又比较重要。简单来说，两人的结合违背了当年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所以因为这件事情，辛迪与父母发生了冲突，最后一气之下搬到了马克夫妇的住所。一开始马克夫妇并没有介意，因为辛迪和弗朗辛毕竟是从小长大的玩伴，这点包容他们还是能够做到。但后来由于辛迪经常将男朋友带到家里，这引起了马克夫妇的不满。最后在辛迪父母的支持下，马克夫妇做出了赶走辛迪的决定，并且不允许他再与弗朗辛联系。这个决定彻底惹怒了辛迪和弗朗辛。一方面，弗朗辛早就受够了马克夫妇的约束，如果再没有了朋友辛迪，他将很难继续生活下去。另一方面，辛迪也对自己的父母产生了不满，认为是他们挑起了这场是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辛迪和弗朗辛就有了解决掉各自父母的想法。原本他们打算雇凶作案，这样可以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并且也可以减轻内心的负罪感。但由于没能找到杀手，于是他们又策划了另一套方案，也就是各自充当杀手，解决对方的父母。所以这次谋杀原本应该是辛迪动手，弗朗辛只需要充当替补，以备不时之需。但真到了执行的时候，辛迪突然改变了主意，他一脚踹开了马克夫妇的房门，然后快速退到了房间外面。原本这是一个放弃谋杀的机会，因为当时弗朗辛手里只有刀子，并且马克夫妇也已经惊醒。但弗朗辛早已下定决心，他一把夺过辛迪的手枪，接着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杀戮。 I'm like, no way, there's no way, because that wasn't who I would have ever thought would have done anything like that. I think it just goes to show us that we don't know what's in someone's head or in their heart. 1988年10月5日，案发4个月后，本案开庭审理。弗朗辛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的同伙辛迪被判共谋罪，获刑10年监禁。The only thing I could think that would drive a child to that would have been abuse, some kind of abuse to me. You really think you know people and you don't. You don't realize. They put on one face for you and then there's another face. I feel like their ac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ir daughter is definitely what caused their demise. Their double life did catch up with them.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